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近100年来，人类取得了过去数百万年都难以企及的成就，所以很多人似乎已经忘了，我们是天地生养的生灵，任凭我们如何高级、如何强大，都逃不过天地之间的规律，都无法摆脱宇宙大道。平安的日子过得久了，我们被自己惯坏了，就越发加强了我们是万物之灵的幻觉，俨然人类已经是天地的主宰。没有什么是我们创造不出来的，没有什么是我们解决不了的。不管是什么地球生命，都得乖乖听我们的话。但是在一场瘟疫之后，当人类再次被狼狈地打回了原形后，人们这才发现，原来人外还有更强大的存在，人类还有很多搞不定的事情。有人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瘟疫就会突然发生呢？古时候人们也经常会遭受瘟疫，但连当今人类的先进科技都无法避免的疫情，古时候的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？对于这两个问题，在网上有这么一种说法：自古以来，每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，往往便会有瘟疫发生。但如果人们能够修养道德，就能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。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？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几则古代瘟疫的公案，学习一下古时的人们在没有先进医疗的条件下是如何战胜瘟疫的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第一则公案，清朝顺治甲午年3月，在金陵这地方住着一个叫做顾城的人，他有一个儿媳姓钱。一次在钱氏返回邻村娘家的时候，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一场瘟疫，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，周边的村子纷纷开始疏远这个村子的人，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和探访。很不幸的是，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。不久，几个儿子还有媳妇等8人也都陆续染病，整日卧病在床，奄奄一息。顾城的儿媳钱氏在得知公婆等人患10疫的消息后，急忙要赶回去夫家照顾他们。可钱氏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考虑，极力劝阻，希望他不要回去。但钱氏却这么对他的双亲说道：丈夫当年娶我进门，不就是为了孝养年老的公婆吗？现在既然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？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，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呢？所以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，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。说完，他便不顾双亲的再三阻拦，赶了回去。结果他刚到家，就听到了一个鬼的说话声。只听鬼这么说道：众神都来护持着这个孝妇钱氏来了，我们速速回避吧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顾城一家人的10疫就都痊愈了。从这个公案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不惧染疫的孝顺，连众神都会前来护持。第二则公案，一位皇家御厨告老还乡后，富贵在身，名望在上，由于终日闲来无事，闲情难耐，于是他便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，开了一个酒馆。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酒馆渐渐就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，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，请客会友，热闹非常。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突然闹起了很大的瘟疫，因为该县府距京城也就只有100里之遥，所以朝廷便立即特派了医祖专员下来医治，只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，却一直找不出病源，用了很多药也不对症。随着疫情越闹越大，眼看着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，人人都开始心惊胆战，恐慌不已。这个时候，即使再富裕的人，有钱也买不到药，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对治10疫。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，也吓坏了宫廷内外的达官显贵。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，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皆是一文不值，能保命才是关键。当人们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人，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，惊恐麻木间，皆叹人生无常，犹如梦幻。而御厨看到这番情景后，早早关了酒馆，并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整日躲在豪宅里。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，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。他开始感觉到体力不支，
并且时常抽搐、头晕目眩、便血呕吐。玉厨觉得自己已时日不多，有一天他登上自家高楼，看着城区内外，远近民舍，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变得冷冷清清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，没走几步便已气绝身亡，横倒其外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。玉厨看着看着，陡然悲情丛生，怜悯万分，垂泪叹息着：唉，功名何在呀？想我一代御厨曾名满于天下，可现在却也难敌疫情，福祸旦夕，谁人可保？叹完之后，御厨又想了想，反正自己已经是个快要死的人了，老实守着自己家里那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，让他们好吃的饱饱的，再好好的穿上能够遮体的衣服，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体面面的去见自己的祖先，也不枉人生再试一场。这样想着，玉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一下子就都消失了，并且一股浩然正气突然充满了他的内心。他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也有了些气力，随即他敞开酒馆大门，吩咐那些胆大的人过来帮忙，每天熬粥并施舍给那些穷人，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全部取出，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。而对于那些已经尸骸露骨的躯体，他也特地派人整理好了，给予安葬。很多富甲人家在看到御厨这样一做后，想着反正都是一死，还不如死得有价值，于是便开始纷纷效仿御厨的做法。瞬间，大家对疫情的恐惧开始逐渐的消失了，原来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。大街小巷上也开始充满了人情味儿，满是关怀和安抚，满城尽是温文细语，打斗的也没有了，闹霸的绝迹了，连娼妓都开始自重了。就这么过了1个月，老御厨惊奇地发现，原本自己那被病痛折磨的身体竟然渐渐地开始康复了，气色也恢复了先前的红润。又过了几天，御厨在睡梦中突然梦见有个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，在飞到他身边时，道人唱偈道：大德善化千金方，济世启用草药汤，天外玄功金丹座，观汝得志救疟殃，快接仙丹吧。梦中老御厨双手一接，便猛然醒来，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，于是不禁欣喜万分，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。第二天，御厨按照丹盒内的贴方，把部分丹药放在几口大锅中化开后，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服用，效果也真是神奇。在服药后，病人瞬间便恢复了康复。在周边的病人都陆续恢复了健康后，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。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，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，终于彻底解决了。皇上在听闻仙丹来历后，沐浴更衣，独处静室，忏悔思过，随后聚精会神，带着虔诚和敬意，写下了几个大字：千金良方，得。第3则公案，在清代刘奎所著的《松风说义》中，曾记载了这么一则公案。昔日城中发生了一场大瘟疫，有位白发老人叫一富豪买药施舍给城里的百姓，不仅染疫的病人痊愈了，富豪全家也都免于疫病。据说有人曾看见2个异鬼在经过富豪家门口时，彼此对视说道：这个富人阴德无量，有善神保护着，我们怎么敢进去呢？对此，刘奎曾评价道：阴德无量，这实在是去疫的良方，世人应记到心眼里。第4则公案，在《夷坚志》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事迹。管师人是浙江缙云人，他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年的元旦早晨起来后，出门遇到了几个身体高大的鬼，形貌狰狞丑恶，于是就质问他们。大鬼回答道：我们是异鬼，在新年的第1天将要在人间施行瘟疫。管事人听后连忙问道：有我们家吗？异鬼说没有。管事人很是好奇，便问道：我们家为什么没有疫病呢？是因为什么才得以避免呢？异鬼回答说：尹家3代隐恶扬善，日后必显贵，我们怎么敢进去呢？说罢，这些异鬼就消失了。第5则公案，民国时期在太湖边上有一村子，
当地的村民专做屠宰和捕鱼的事业，但只有一个叫沈文宝的人从不做这些事。他全家好做善事，看到他人捕捉的鸟和鱼，便买来放生。很多人当时都耻笑他这样做不适应时代，可是沈文宝仍然不怕辛苦地去做放生的事。后来这个村子开始大闹瘟疫，村里人人梦见异鬼，手拿一捆旗帜，和各鬼们说，除了沈家放生行善以外，其他人家门上都插上瘟疫旗帜。不多日，一村300多家因染上疫病而死的超过了1半人数，只有沈文宝全家没有一个得病。可见心善和有德行的人，瘟疫来临都能安然度过。世间有一良方，叫做爱惜自己的道德，而善即是最大的德。与人为善，爱敬存心，成人之美，劝人为善，救人危急，兴建大利，舍财作福，护持正法，敬重尊长，爱惜物命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一日有3善，3年天必降其福；一日有3恶，3年天必降其祸。时至如今，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与良善，人类才有望逃过劫难，趋向吉祥与光明，望大家谨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